孩惊恐地发现，敌国的军队竟来到了自家门外。更让她心生绝望的是，他们还要强行征用一间房给即将前来的军官居住。一想到侵略者要住进自己家，女孩便对那还素未谋面的军官充满了厌恶。然而敌军选中的又恰好是珍妮父母的房间。虽说她的父母早已在这场战争中离世，只剩下她和外公相依为命，但她每天都会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仿佛父母的身影依旧存在。可如今这唯一的念想也被无情地践踏，这让她对敌军军官的愤恨愈发强烈。但作为战败一方的平民，她也只能把不甘与怨怒强咽住。或许是这份压抑与痛苦太过沉重，这一年法国的冬天格外寒冷，即便是火炉熊熊，也驱散不了屋内的寒意。为了给彼此的心灵寻得一丝慰藉，珍妮弹奏起巴赫的一首前奏曲，那悠扬而略带忧伤的旋律在冰冷的空气中缓缓流淌，恰似是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怨与思念。可此时爷孙俩全然不知，一辆军车正缓缓驶来，或许因那飘出的琴声太过迷人，他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，像是生怕惊扰了这份美好。许久之后才轻轻地推开那扇门，然而就在他身影出现的瞬间，那原本悠扬的琴声戛然而止。珍妮眼中满是恐慌与怒火，沉默成为她对抗的武器。可沃纳与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截然不同，他彬彬有礼，法语流利，言辞间满是无奈与歉意。他解释自己是奉了上级的命令行事，若不是军令如山，他绝对不会打扰他们原本的宁静。面对军官的这番诚恳的言辞，爷孙俩依旧一言不发，而沃纳也只能无奈接受。随后珍妮带着他来到父母的房间，沃纳四处打量一番后表现得非常满意。可就在他刚想表达感谢之际，珍妮却直接摔门而去，用决绝捍卫尊严。但沃纳并未因此而动怒，他依旧每天礼貌地问候早安晚安，从不落下，真诚致谢，收留之恩。只是每当他说话时，目光总会在珍妮身上悄然停留。可不管沃纳讲得多么热情起劲，爷孙俩始终冷面相对。待沃纳离开后，外公瞧着屋内冷凝的气氛，就想让孙女弹一曲巴赫的前奏曲缓和一下，结果珍妮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仇恨的壁垒看似坚不可摧，然而命运的齿轮不停转动。这天，珍妮像往常一样到镇上采购物资，却在回家时发现停放的自行车被人盗走。无奈之下，她只能徒步走回家。不多时，双脚便磨出了血泡，她狼狈不堪地就地歇息。正巧沃纳驾车路过此处，他诚恳地邀请珍妮上车一起回家。珍妮犹豫片刻后，拿起身旁的包，朝着沃纳的车子缓缓走去。沃纳见此，满心欢喜地上前开门，就等着迎接这位高贵女士上车。可珍妮却从沃纳的身边擦肩而过，沃纳就在后面默默相随，目睹他脸上那副不屑的神情，心里明白他铁定不会上车的，于是就让手下离开了。而珍妮在回去的路上却碰到一直追求自己的男生，或许是双脚的疼痛实在难以忍受，珍妮思量再三，最终还是搭乘了男生的车。然而一路上男生和其朋友用不礼貌的眼光四处打量，这让珍妮心生反感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沃纳邀请自己上车时那真诚有礼的模样。相较之下，二者的差距一目了然。渐渐的，珍妮对沃纳多了一份期待，但这天沃纳并未像往常一样打招呼，而是径直上楼了。不过不一会儿换了身便装，他敲了敲门。Bonsoir. Pardonnez-moi, mais ma chambre est très froide. Si vous me permettez, je pourrais me chauffer quelques minutes à votre feu. 这是沃纳第一次踏进客厅，屋内的祖孙俩依旧维持着往日的姿态，对他的到来仿若未闻，一声不吭。沃纳倒也不觉得尴尬，自顾自地走到火炉边上，开始自言自语起来。他说温暖的时刻会思念家乡，但如今家乡却隔着千山万水。接着他走到了书架前，抚摸着书架的著作，感叹法国文学浩如烟海，每一本书里都藏着一个独特的世界。随后又谈及音乐，谈及巴赫，谈及那些激昂或悠扬的乐章，侃侃而谈间，灵魂熠熠生辉。那一刻，战争仿若远去，巴赫的旋律成了连接他们心灵的隐秘纽带。此后，沃纳每天上楼前都会来这里烤火，分享着自己对世间万物的感悟。谈及大海时，他的目光总会饱含深情地望向珍妮，言语间满是诗意与深意。Je ne parle pas de Brandon, les ressacs. Enfin, je parle de ce qui est caché, de ce qu'on devine. 或许他想说的是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，他们一定会成为最好的知心朋友。他说很高兴能见到一位有尊严的老人，还有一位默默无语的小姐。珍妮听着沃纳这长长的一番话，心中似乎涌起一阵莫名的悸动。两人之间那原本仿若坚冰的隔阂，在这一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
这天，珍妮偶然瞧见邻居家孩子意外摔倒，不过好在沃纳眼疾手快，立刻冲过去抱起孩子，接着还凑近他耳边嘟囔了几句。这下让珍妮察觉到沃纳别样的一面，或许他是真讨厌战争，也真有善心。出于好奇，珍妮赶忙拉住邻居小孩，询问沃纳说了啥。这句话深深地戳中了珍妮的心，不由得开始欣赏沃纳身上的闪光点。自那之后，珍妮不自觉地开始在意起自己的形象，每到夜晚，心里就多了份莫名的期待，还会悄悄打量沃纳他帽檐底下英俊优雅的脸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珍妮的目光从冷漠变得温情，敌意也化作丝丝情意。圣诞节这天，珍妮穿上妈妈生前那条漂亮长裙，正和外公享受温馨晚餐时，沃纳进来打破了宁静。珍妮慌张地攥住桌布，当听说沃纳只是来换衣服马上就走，又下意识松了手。那天外公被好友接去做祷告，家中只剩珍妮与沃纳。在小屋碰面时，沃纳迟疑片刻后才缓缓朝珍妮走去，却只敢轻触座椅靠背，生怕打破那微妙的氛围。之后他走向钢琴，掀起琴盖，轻声说最爱巴赫的曲子，继而缓缓坐下。珍妮依旧毫无回应，目光也未落在他身上。转瞬琴声骤起，沃纳闭眼沉浸其中，琴声出如暴雨般急切，似洪水宣泄情感。那无形的音乐之力穿透心灵，悄然瓦解着两人间的阻隔，似让坚冰融化为温柔海水。沃纳看着背靠沙发的珍妮，心底涌起冲动，不由自主地走近，目光被她栗色头发与雪白肌肤吸引，手也被情愫牵动着往前伸。珍妮始终沉默，就在快要触碰到她时，沃纳的手在半空顿住，他犹豫了，终究怕打破这份宁静，留下一句 Je vous souhaite une bonne Noël， 最终转身离去。而沃纳刚一离开，珍妮就偷偷走进他的房间，拿起他平日用的围巾，嗅着残留的气息，又忍不住悄悄拆开他的家书，想探知更多关于他的事。看完后，珍妮把脸埋进枕头里，沉浸在独属于他的味道里。可珍妮内心满是矛盾挣扎，一边是国仇家恨如高悬利刃，时刻警示他勿忘身份与使命，一边是少女萌动的真情，像春日暖阳，令他难以抗拒内心渴望。这份纠结如鲠在喉，珍妮就在这般自我拉扯中睡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屋外汽车声将他吵醒，他匆忙把信件归位，怎料一阵门风将信吹落。此刻沃纳脚步匆匆，似捕捉到珍妮门前一丝微弱动静，本能的想推门一探究竟。而门后的珍妮既期待沃纳的靠近，又心生紧张。最终沃纳还是战胜了冲动。回到房间后，沃纳一眼瞧见落地的信件，心中顿时涌起复杂的情绪，意识到珍妮或许也深陷同他一样的情感之中。于是他迫切地想要寻得一个确切答案。他来到海边找珍妮，本想表明心意，当看见沃纳出现在眼前时，珍妮的心里有一丝慌乱，一不小心打翻了鱼篓，鱼洒落一地，他连忙去捡，他脱下手套帮忙，两人挨得那么近，慌张下两人的手在地上无限的接近，每一次却有精准的错开。他望向他的眼睛，深情却又疑惑，原以为他喜欢自己，可这戒备的眼神和肢体的抵触，沃纳又有些不确定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，小镇里时不时传来几声枪响，被抓的犹太人和肃穆的士兵让气氛紧张起来。一次偶然，珍妮听到沃纳和同僚的争吵，同僚认为胜利者可以在法国做一切想做的事，而沃纳却渴望和平，认为法国人同样需要被尊重，这和德军的主体意识冲突。正因如此，珍妮更加欣赏他的善良。然而这晚珍妮无意间撞见革命派邻居竟在汽车底盘绑了炸弹，这骇人的发现令他惊慌失措，本想即刻冲上楼告知沃纳，可站在门前时，他内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漩涡，一边是捍卫民族大义、为国杀敌之责，一边是少女怀春的初恋情感纠葛，他难以抉择，生怕行差踏错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试图平复紧张。最终他在窗前熬了一夜，直到隔天清晨，见敌军2名军官大摇大摆走向那辆死亡之车。珍妮的眼眸瞬间瞪大，瞳孔急剧收缩，心头瞬间被忧虑与焦灼填满，暗自祈祷沃纳别踏入死亡陷阱。这一刻家国大义与儿女私情在他内心疯狂撕扯，珍妮清楚必须做出抉择。他不顾一切冲向钢琴，指尖如灵动的飞燕般飞掠琴键，急促奏响巴赫的曲子，那音符恰似密集的救命绳索。沃纳本欲迈出房门，皱闻着异样的琴声，脸上依旧挂着那副与生俱来的温雅礼貌，脚步匆匆奔至钢琴旁，他才察觉
今日这曲子与往昔悠然的演奏大相径庭，声声急促，重重叩击他的心扉。他瞧见珍妮眼中满是惊惶，嘴角微张，似有千言万语，却又被哽在喉间。沃纳试图解读珍妮传递的深意，突然窗外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响起。珍妮先是如释重负般瘫软了些许，可紧接着又是满心忐忑。沃纳也瞬间从惊愕转为恍然。待他夺门而出时，只见两名战友已不幸丧生。可透过那滚滚烟火，沃纳牢牢记住了珍妮这个救命恩人。没多久，邻居夫妇被敌军抓走了，下场可想而知。珍妮心里沉痛，收养了他们年幼的孩子，还抱着一丝念想，盼着沃纳能把人救出来。可当他急匆匆赶到刑场时，却只碰上冷漠军人举着枪驱赶人群里。沃纳一眼就瞅见珍妮，也明白了他的心思和难处。但沃纳不过是个普通军官，面对这残酷事和上头的权势，他根本无能为力。当晚，沃纳心情低落，没像往常一样去客厅，而是默默拎起行李，打算不辞而别。他脚步沉重地朝门口走去，然而外公却叫住了他。他缓缓地转过身，面对眼前的祖孙俩，脸上努力挤出一丝微笑。他说：“我要走了，可能是去俄国前线，那里满是未知的战场，兵荒马乱，铁血交织的险地。”道别时，他声音微微颤抖，却透着股坚定，那是身为军人无法逃避的使命感。最后，他留下一句：“祝你们晚安，永别了。”恍惚间，似回到初次相识之时。珍妮静静凝视沃纳，眼眸深处满是痛苦与无助。虽说自始至终，他们都未曾挑明彼此之间的那份感情，可心里却早已暗流涌动，大颗的泪珠滚落脸颊，映着满心的悲伤。那是对即将到来的离别，对这份还未来得及绽放感情的痛惜。待沃纳那句再见在空气里散开，珍妮再也受不住煎熬，脚步踉跄地朝着门外追去，不顾一切地朝着沃纳乘坐的汽车挪去。沃纳见状缓缓下车，与珍妮四目相对，千言万语仿佛都凝结在了这目光之中。他满腔的深情此刻只能凝在眼里，无法言说。而珍妮心中纵有千言万语，最终却只哽咽地挤出一句：“这是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，却也是最后一句。他将所有未曾诉说出口的喜欢，所有对他未来的祝福，以及那份深藏心底明知渺茫却仍存有的期盼，都汇成了这句再见。我冷面对你，是因为民族国家尊严，但我注视你的目光是如此难以隐藏。他的爱深沉如海，默默藏于心底，在每一个细微的举动，每一次深情的凝视中流露。他的爱宁静如水，虽未曾热烈表达，却也在默默的关注。他们的爱沉静如海。